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龙行忍者》。这款游戏是东树1988年的作品，年代非常早了呀。但游戏的素质还是不错的。蓝色的忍者呢是最普通的敌人，红色的呢会掉落道具，一共4种道具，会掉血、时间，还有2种武器，一种就是双截棍，一种是匕首。操作按键呢只有2个，一个攻击键，一个跳跃键。转眼呢就来到了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很多小伙伴已经很熟悉了，就是卡洛夫。他在东树的很多游戏里边都有客串。这招啊是蓄力攻击，这招的攻击力很强。但是呢，第一关的 BOSS 比较简单，我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双截棍的攻击范围非常的广。这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给力的攻击方式了。他打不到咱们啊，他没有咱们长啊。鞭子啊一定要长，它才好用，对吧？长你才甩得远啊，甩得有节奏，甩得有力。好，第2关开场就给了个血，那我往前带一带吧，因为这款游戏呢道具是不会消失的。加血的道具呢一次性可以加满的，咱们血量呢一共是6滴血。小兵一般打一下是1到2滴血，那 BOSS 的话2到3滴。直到不能往前带了，然后呢我再捡它，因为第一关咱们掉血了呀。开场我记得我跳跃攻击的时候落到了一个手里剑上，被扎了屁股啊。这把匕首我就不捡了，因为攻击距离呢比较短，可能后面的关卡会捡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。那这个游戏啊，其实给我的感觉非常像人间兵器。虽然呢它是2个类型的游戏，一个是射击游戏，一个是动作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呢和人间兵器相同的地方就是同样一种小兵啊，或者同样一种地形，你必须用固定的套路来应对，一定要少犯错。比如刚刚那种有坑的地方，那敌人一定是会跳过来的。你或者呢是离坑近一点压制，不让他跳过来，或者呢是在离坑一定的距离控制对面，等他落下来再打。兵半渡可击之啊！双截棍呢还能打爆敌方的手里剑。好，这里车停了 ，BOSS 战。下方的中间呢就是 BOSS 的血量。这个旋风腿啊，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躲掉敌人的攻击，还有高跳。好，已经打完了。蓄力攻击在这里卡 BOSS 是非常好用的，这也是一个点，算是无敌位了。那飞行射击游戏呢，有飞行射击游戏的无敌点。前2天给大家录制的究极虎，在打最后一关的时候，我就占了一个无敌位。但前提呢，你使用的是蓝色武器，别的武器不成。转眼呢，第3关，敌方的忍者啊，在水下的时候还伸出一根竹竿来进行呼吸，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七龙珠。悟空小的时候呢，打过这样的一个忍者。我记得悟空最后是往这个竹竿里啊倒开水，好像是。七龙珠原本是一个搞笑漫画，后来不知怎么画成了热血格斗了，而且呢战力还崩了，遗憾啊。好，这里呢就是本关的 BOSS 了。这个 BOSS 啊，大家也见到了，主要攻击手段就是影分身。鸣人是你吗？哎，我被碰了一下又掉血了。
那它影分身的间隙啊，最好是使用蓄力攻击来打。你如果用普通的鞭子来抽呢，那你会打很多次啊，因为它受到攻击之后呢，就会放这个影分身，时间会比较长，所以还是用攻击力高的方式。双截棍虽然攻击的远啊，但是它的攻击力大概就相当于蓄力攻击的1/2或者1/3。再来一拳，好的，打完。其实双截棍还有一种高级的用法，就是你在把鞭子抡出去之后，迅速的拉反向的方向，这样一次挥击可以攻击2次的敌人。我又被碰了一下，没关系啊，这里有血啊，可以浪。所以如果你有一根鞭子还比较长，你想一次对付2面的敌人，你要抡起来啊，不然你怎么一起对付2个呀？这个就很难了，要有技巧。下面那个红色忍者啊，报了一个时间，我就不讲了。刚刚还出现了一个森林小火人儿。这个火人可能刚刚大家没有看清它是怎么来的呀？它其实就是这种特殊的蓝色忍者变的。突然念了一个火咒，啊，这个恶心了。这种灰色的忍者就是扔各种暗器的，包括这种地钉儿，还有爆炎弹、手里剑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啊，有一招打人特别疼啊，就是跳起来之后2个脚一起踢你，所以咱们每次打到他之后呢，都后退一下，确认一下他的意图。时间呢肯定是够用，不要太莽。这款游戏就是少犯错。注重细节吧。好，打完。这个套路打他太好用了，打 BOSS 呢都是有套路的。只要你目标明确，专注细节，执行力强，就没什么搞不砸的呀。这关又来到了列车上，卷轴呢是从右向左了，这个比较特别啊，好像一共7关里边这样的卷轴还是比较少的。88年能够做出这样的游戏非常难得了。虽然呢打击感其实一般，但是场面还可以，攻击的判定呢也算比较严格吧。哎，这里这个火人出现的太突然了，把我直接就撞了。他还回来，还买的返程火车票啊！我现在5滴血，血量又不满。我有没有一关是无伤过的呀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第1关就掉血了，第3关忘了啊，第3关也掉血了，因为守着血的时候又掉了1滴。然后本关又掉了，第2关可能是无伤过，但第2关难度也太低了。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捡到加血的道具啊？因为这款游戏啊，过关之后有2方面是继承的，一呢是它的血量，第2呢就是它的道具啊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卡洛夫，第1关的小 BOSS 吧，在这里算是精英怪了，血量呢没有 BOSS 多，大概2到3个蓄力攻击就能够拿下了。
这是第几个车厢了？这关的流程呢，其实不长，但是它卷轴是强制的，所以咱们没办法赶路啊。哦，这里有个坑，我就选择了蹲守这个坑，因为卷轴是移动的，所以没办法一直在那儿压制啊。看见了绿色的车头，那就是 BOSS 战的位置了。哦，这种灰色的拿着道具的敌兵啊，见到你之后都是跳跃向下攻击。本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啊，中距离使用跳脚、旋风腿进行攻击，是最有用的攻击方式了。但是游戏的节奏啊比较快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偷你一两下，偷一下是非常疼的。哎，碰到我了，这是没攻击我呀，是碰到我了，掉了一滴血。攻击我的话应该是2滴。啊，又碰了一下，我的天，我已经半血了呀！稳住啊！一不小心呢，他再给我一下，再碰一下，我的人就没了呀。他血量也不多了。好的，推倒。我这个货啊，有点难度。但其实中间还是我节奏乱了。节奏乱了，是因为游戏的整体节奏就很快啊。那我现在的反应能力玩这种游戏呢，稍稍有点吃力了。靠反应呢是不现实了，因为每一关啊，我其实做了笔记啊，这个大家没看到啊。什么地方有什么敌人，BOSS 呢大概是怎么打。每关注意的地方，每关呢大概都写了4、5个地方吧。好在这里是给了血呀，咱们把半血呢补满了。这个后面要清点浪了。好，又给了一个小 BOSS。这个爆炎弹最没用啊，他每次都扔得太远了。哎，这就完事儿了。我还没用力呢，他就躺下了。好的，一个火人，这次你别想打到我了。哎，又给了血，这回我是满血啊，往前带一带吧。给的道具啊，它是随机，不一定给什么，不是你缺什么他就给什么。这里小心上方钟乳岩的落石，它的颜色啊比背景要稍微深一点。而且大小规格是一样的，这里可以看见啊。好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好打，这个套路啊，推荐大家使用。好，蓄力给一下，然后跳，注意蓄力松手这一下，这个节奏啊要早一点啊。他落地之前你就松手，如果松晚了呢，很容易他呢一个旋风棍就被你打了。第6关过了，这里是第7关了。第7关也就是最后一关啊。最后一关的流程呢比较长，关卡的流程不长，但是最后呢它有一个 BOSS Rush。我只能说，请停止你的洛克人行为啊，好吧，请停止你的卡普空行为。BOSS Rush 呢，对高手来说打起来是很爽快的，但是啊，对于咱们普通玩家来说难度是有点高，你同时要面对啊很多的 BOSS。那好在呢，这个 BOSS 啊血量不是满的。这里我换了个匕首，这个匕首呢就是短啊。这个不符合我的人设啊，但是也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毕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道具，就是一寸短一寸险吧。哎，忘了跟大家介绍游戏的剧情了是吧？
这剧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啊，就是一个邪恶的忍者组织绑架了漂亮国的总统，咱们负责把他救回来。这说句难听的，正反两方面都是吃饱了没事干，是吧？好的，见到了第一关的小 boss 卡洛夫。卡洛夫又想起了被鞭子支配的恐惧。那谁让你小短腿呢？第二个 boss， 这个 boss 顺序是打乱的啊。这个货呢，应该是第3关的 boss。就小心他跳脚那招就可以啊，那招攻击范围比较远。那用拳头呢不可怕。哦，他已经挂到角落里了。自古武功出墙角啊。上来之后呢，打的是第2关 boss 啊。这个 boss 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脆皮啊，旋风腿，旋风腿，旋风腿啊！他没有攻击我，没有碰到。好，续了一拳，再来一拳。好，这个就有点卑鄙了，是吧？啊，又是鸣人，多重影分身啊，8个。续他一拳，这个货啊最好就是用蓄力攻击打，不然呢旷日持久啊。因为每次呢他分出的8个分身，场面比较混乱，次数多了呢就很容易犯错，很容易掉血。打几次了？这些分身啊用鞭子需要抽2下。哎，我掉血了。哎，他也扑街了。哦，又是车上的这个 boss。那在这儿啊，他没有车上那么厉害啊，就是他的血量比较少，3下5除2就能推倒了，已经完事儿了。这也太快了。这个货啊，仍然是这个套路，松手的时机要早，打他腿啊！我这就最终 boss 啊！最终 boss 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打法，就是双节棍的特定绑定打法。但是呢，往后推的过程啊，这里距离就不够了，它会打到咱们。游戏呢还可以卡一个 bug， 我被卡在空中了啊！那等于最后是把这个 boss 拼下来了啊！5滴血呢还算比较富裕，那好吧，把这祸害救出来了，这样通关。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龙行忍者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款游戏再见。